吧，谁守着家人凭思念洒？看那岁月留下一抹晚霞，青丝变白发。雨与泪下，回忆沙哑，转眼又一夏。笑颜滚烫脸颊，模糊妆纱，苍老了年华。那暴雨就快要狠狠地落下，我还在等待着你一个回答。就让那风再大，吹起了牵挂；就让那雨再下，洗尽了繁华。用一生换刹那，我不会再挣扎。如果爱需要代价，我无法接受路沿途多变化。我只怕一错过就咫尺天涯。用信念换约定，我将爱牢牢刻下。你们快走啊！快走！打人是要付出代价。老师啊，有句成语什么趁火打劫的，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教教我吗？放开我！你懂为什么要趁火打劫吗？因为趁火打劫，才神不知鬼不觉。不过，当老师的都穷，我看你也没什么油水好让我劫的，不如就用身体来交换吧。你这个败类，放开我！做老师的为了学生牺牲也是应该的啊，你最好乖乖听话，要不然你会被折磨得很惨的。田子哥，这样不太好吧？这样有什么不好？他是嘉哥的朋友，要是他告诉嘉哥，我们就完了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放了他吧。放了他，我们的火谁来灭啊？死人是不会说话的，先奸后杀不就行了？田子哥，不行啊！滚开呀！嘉哥，你少拿嘉哥来压我！嘉哥，打一巴掌怎么够啊？棒棒的！先奸后杀！我是开玩笑的，嘉哥，我真的是跟他开玩笑的。我可以发誓，嘉哥，不要，嘉哥！嘉哥，别走！最惨的话就跟他一样，饶命啊，嘉哥，饶命啊！你花钱鬼，再回来跟我报仇吧！不要杀人！人是我杀的，但指头是在帮我顶罪。谭指头，小屋包窗纱，大指头！眼看夕阳正要躺下，吩咐泪抹吧，默契都散洒，还望手帕带我传达。再多小黄花，放飞如水呀，自身远处为爱守家。
这个，饶命啊！这个，你最好求神拜佛，他以后都不要有事，要不然，不管是不是你干的，我都要你粉身碎骨。知道，知道。走！谁的手帕雨中牵挂？不如设法提早给他回答。卷成沙，无声都优雅。血红夕阳正要躺下，千万泪抹吧。对不起，刚才我的手下这样对你。幸好你及时赶来救我。他们为什么要对付学生和那些示威者？听说他们是要对付那些街头闹事的人，我想是指他们吧。难道资方收买了他们？我们混黑道的，只要有钱，就可以为别人卖命。这次的抗争已经乖离了我们原本要争取的目标。你能不能叫你的兄弟们不要当资方走狗，不要对付工人和学生？我会尽力。希望你召集你的学生，叫他们早点回家，不要白白送命。听说这次的暴乱，死伤很多人。我们分头行事。你们听着，我要你们马上解散，各自回家去。老师，你为什么要我们当逃兵？没错，老师，当那些被剥削、被践踏的工人，还有其他学校的同学还在跟恶势力抗争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够丢下他们跑回家去？我知道我回家，只有吃不完的美食，有一张温暖的床等着我。但是，如果我这样溜回家去，我就会瞧不起自己。现在的局势已经失控，变成暴乱了。听说有人因此丢了命，受伤的人更多。我是你们的老师，我得为你们的安全负责。同学们，你们已经尽力了，现在，请你们为了你们的家人，为了自己的安全，马上回家去。老师，我们现在如果夹着尾巴逃跑，那就是殖民地政府的胜利。殖民地政府已经下令封闭包括我校在内的3所华文中学，我们绝不能退缩。对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。我们要让殖民地政府知道，我们这些华校中学生是不会在压力下低头的。我们是时代青年，抛头颅洒热血，算得了什么？对。医生，医生，小心点，扶他过去吧。他怎样了？伤势那么重，要帮我止血。不是，快来呀！他伤得很重。我来看看。他是合众社的美国通讯员，我是他的翻译。现在大家看见洋人就打，我看见一个洋人在车里被一堆人包围，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。医生，紧急事件！林先生，这场暴乱已经延续2天，造成多人死伤。
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，抓罪魁祸首洪当勇？现在采取行动，那姓洪的说不定会变成英雄，我们何必成全他呢？局势越紧张，场面越不可收拾，我们就要越冷静，越要沉得住气。可是，暴乱已经夺走人命，一个合众社的美国通信员，我知道了。我担心再不采取行动，局势会像烈火燎原一样，到时候恐怕会有更多人丧命。那自然有人承担责任，我们就静观其变。除了对福利巴士的声讨，我们也要加强攻击那些代表殖民地政权的官僚。还有，别忘了真正的罪魁祸首——殖民地政权。你要说的没错，殖民地政权倒台那天，就是我们的胜利之日。我知道大家都累了，但是斗争还得继续下去。你们回去鼓励大家，坚持到胜利。好，我们马上去办。好。喝养生茶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放不下我的学生。你放心吧，我让学生分成小组，每一组有经验老道的组织成员带领，组和组之间也会互相支援的。我听说打死了人，2名警察，还有1名美国通讯员，是他跑到暴乱的人群当中，活活被打死的。局势已经失控了，我劝我的学生回家去，可是他们不肯。你叫学生回家？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随时会擦枪走火，我不能让我的学生牺牲。当勇，你是总指挥，只要你下令学生撤退，他们会听你的。我不会这样做的。撤退就是投降，是失败。万一那些学生有什么闪失，我们怎么向家长们交代？这就是他们历练的时候。敏，现在这已经不仅仅是福利巴士工友和其他被压迫工人的问题了。华校生也因为支持工人而被迫害、被打击。教育部长已经下令封闭3间华文中学，他以为这样就能吓倒学生，但是学生非但没有被吓倒，反而怒火越烧越旺。你在这个时候叫学生回家，不就是在帮助对方吗？只有经过火的洗礼，才能练出好钢。你在这个时候，不止不应该劝他们撤退，还应该为他们加油打气，带领他们冲锋陷阵。可是，明，政府不会不知道，如果他们打死一个学生，那就会有更多人支持我们，同情我们。到时他们非倒台不可。警察绝对不敢打死一个学生的。打倒福利巴士公司管理层！打倒福利巴士公司管理层！打倒殖民地政权！打倒殖民地政权！勇往直前！勇往直前！打倒剥削工人的资本家！打倒剥削工人的资本家！打倒福利巴士公司管理层！打倒福利巴士公司管理层！打倒殖民地政权！打倒殖民地政权！不畏风雨！不畏风雨！勇往直前！勇往直前！打倒殖民地傀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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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倒殖民地政权！打倒殖民地政权！不畏风雨！不畏风雨！勇往直前！听你屁股！现在到处乱糟糟的，还有那警察的催泪弹和子弹啊！你怎么乱跑在街上？你知道你的伤口缝了几针吗？包到像粽子一样，我怎么知道？30针。30针，小意思啦！我的背啊，以前被人砍了几刀啊，缝了100针都没事。很厉害是吗？早知道就不救你了。口说不救，心里却想救，是不是啊？这才对嘛！不过，我想问你，你哪来的本事，可以送我回家，又救我出来啊？我就花点钱，让大难馆的伙计把你当死人抬上车，然后送你回家。原来是这样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得好好的谢谢你。不用了，反正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
我们才同生共死，今天却翻脸不认人呐！姓胡的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提这件事，还有那件事。什么这件事那件事啊？你别装蒜啦！昨晚发生什么事，你心知肚明。啊，那条蛇是吗？我抓了那条蛇，然后把它丢掉，过后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我一觉醒来，就发现自己躺在自己的床上，就好像发了一场梦一样啊。你的眼睛好像想喷火一样啊，是不是还有发生什么事啊？让我想想，我想想啊。你真的忘了？忘了更好，别想，千万别想啊！我踢你屁股，你就这样走了？这件事啊，死都不能说我记得，要不然不给他打到变猪头，也被他骂到口水淹死。看来他失血过多，迷迷糊糊的就晕过去，应该是忘了。明慧，你也在这里啊？你有没有看见敏儿？没有，他怎么了？我也在找我哥。敏儿不顾悲伤，一早就偷溜出去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我妈听说有人死伤，叫我一定要把她带回家。杨警察要开枪杀人了，快跑啊！快跑啊！敏慧。下去会出人命的，我要阻止他们。敏慧，你别傻了，他们的情绪已经被煽动起来，这个时候谁也阻止不了他们。我们走吧，要是我被暴民认出来，他们也会攻击我的。走吧。敏慧，敏慧，别打了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不要用暴力，不要用暴力，我要杀人！我说不要杀人，住手！着火了，危险，走啊！着火了！敏慧，敏慧，小心啊！住手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快，走！敏慧，敏慧，一定是伤口裂开了，没事，顶多多缝30针。我看看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没事，没事。让我看看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。哎，我看看了。用块玻璃插在你的腿背上，你别动啊。你不能先告诉我。先告诉你啊，更痛啊！来，我帮你抱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喂，你干什么？哦，张燕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他是不是想占你便宜？不是，不是这样的。这种流氓最厉害的就是趁火打劫。像你这种烂律师，只会干一些阴险毒辣的事。不过，拜托你以后打人的时候用力点，不痛不痒，像娘娘腔一样啊！你这家伙！好了，别打了，是他救了我。他救你，你别被他骗了。这种流氓手段厉害得很，
他在你背后捅你一刀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大好人的样子，让你上当。天地屁股，虽然我是个流氓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像他这样，趁人家受伤的时候就攻击人家。我劝你不要跟这种人在一起了，不如跟我算了。住口啊你！住什么口啊？我说你啊，只会耍这种烂手段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靠近他。喂，天地屁股啊！我看你还是不用考虑了，不要跟这种烂律师，跟我算了。安国，安国，安国，安国！那个洋人警察朝大家开枪，然后趁乱溜掉了。等到我们回头，已经看到安国中弹倒在地上了。阿国，阿国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！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啊，阿国！你一定要坚持。唐勇，我们要血债血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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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
丧尽天良的英国警官，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中学生。现在这名学生性命垂危，他不过是个不满17岁的孩子，可是英国警官却不放过他。我们孩子的性命就这么不值钱吗？阿国，我们送你去医院了啊！你坚持一点啊！英国军官为什么敢大开杀戒？因为他背后有殖民地政权替他撑腰，帮他加油，帮他打气。但是我们是不会就此罢休的。当勇，为什么罗莉一直绕着市区游行？为什么还不开往医院？不是不去，道路被警察封死了。他们绝对不会阻止送伤者去医院的。阿国的情况很危急，再不送去医院，命就保不住了。子弹命中要害，只怕送到医院也来不及了。我们不能让陈安国白白牺牲。如果一个殉难者能够挑起革命的烈火，那牺牲才有价值。我们要血债血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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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
谁？是你。我给你带吃的、用的，还有换洗的衣服。你知道你多久没回家了吗4、5天吧。12天。那么久。还有谁比妈更清楚？她最挂念、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。好啊，我会抽空回去的。
敏儿，你还好吗？他是我学生，是我带他们去支持罢工工人的，可是我只能束手无策的看着他闭上眼睛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可是谁会料到罢工会变成暴乱？都是该死的英国人。有人看到那英国警官朝着人群开枪，可是今天新闻报道，他就要厚颜无耻地说，没有瞄准人群开枪，没有瞄准开枪。那陈安国是怎么死的？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哥，我听说你们把中弹的学生扛到罗里上，但不是送去医院，相反的，你们把罗里开到市区游行了3个小时，是真的吗？我们要让大家看清楚殖民地洋警察的真面目，看他们是怎么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。难道这比学生的性命更重要？如果你即使把他送到医院去，或许他还能保住性命。他是肺部中枪，根本就保不住性命。你不是医生，你怎么那么肯定？难道他的死活就由你决定吗？我必须根据当时的局势做出判断。你的判断就是为了达到人民仇恨殖民地政府的目的，即使牺牲一条17岁孩子的性命，也在所不惜。你党友，别再说了。敏儿，你让他说，因为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事，想要他解释清楚。就比如，为什么一个美国通讯员会被暴民打死？他只不过是一个无辜的记者。群众根本管不了那么多，他们敌视白人，这一点白人也很清楚。他为什么偏偏要出现在现场呢？他是个通讯员，在现场采访是他的工作，难道就因为他是白人，就应该被活活打死吗？事出必有因，有因必有果。英国人在这块殖民地高高在上，气焰嚣张，人民长期被欺压，敢怒不敢言。现在有机会报仇，他们还不趁机宣泄不满？你知道有多少人死在殖民地政权手中，又有多少人被他们赶尽杀绝，到今天都有家归不得。那这笔账怎么算？死伤的不只是这白人通讯员，还有警察和平民，还有很多病患，因为闹工潮，全市交通瘫痪，无法及时送到医院去。那这些无辜牺牲的性命又怎么说？与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、资本家战斗，本来就会有牺牲，但是有些牺牲是有价值的。你等着瞧吧，政府很快就会举白旗投降的。福利巴士工潮导致流血暴乱，暴乱隔天，劳资双方达成协议，所有被开除的工友必须重新雇用。隶属资方的福利巴士雇员联合会必须解散。原本被下令关闭的3所华文中学，也获准在5月23日复课。学生们组织胜利大游行，左派势力在这一回合取得了胜利。这次我们能够得到全面的胜利，你居功不小，特别是你对学生中弹后的处理，当机立断，及时地鼓起群众对殖民地政权和他的代理人的不满，迫使政府不得不在压力底下低头。这都是集体的力量，集体的力量大，但是也得有人去领导啊。你的申请已经批准下来了，我代表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你，当勇同志。谢谢你，罗信同志。
领导对你非常重视，决定委你于重任，从现在开始，正式的取代我的位子，负责领导这里的学生和工会组织。这个责任太大了，你绝对可以胜任。当然，我还是会负责跟你联系，传达上层的指示。好，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万一他们把你列入黑名单，你就要随时隐藏起来。我知道。莲姐，请你不要再叫我吃饭了，我真的没有胃口。没胃口，那吃点豆花吧。你最爱吃的老王豆花，吃了老王豆花，心情特别好，精神特别佳。张敏小姐吃了它，身体健康，美如花。这么神奇的豆花，不吃岂不浪费？而且这个神奇的豆花，要我亲自喂，才会发挥神奇的效果。张敏小姐，可以张开金口吗？对不起，干嘛跟我说对不起？我知道是我没有把你照顾好，让你身心饱受煎熬，你才会一病不起的。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身体弱，意志力不够坚强。我已经好多了，只是胃口还没完全恢复。吃了这神奇豆花后，肯定恢复神速。那你多吃点。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会读心术。原来是世外高人。没错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我已经正式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了，而且负责重要的工作。今后我办事要更加小心，恐怕不能常常跟你见面。汤勇，我说过了，既然决定走这条路，我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。我不担心我自己，我担心的是你。我可以预见，今后的日子一定会比现在的更困难，所以你必须再认真考虑。考虑什么？考虑要不要离开你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就算你问我100次、1000次，我的答案还是一样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离开你，我不要你再说出这样的话。好，我不说，我从今以后都不再说了，好不好？派人暗中监视洪当勇，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要仔仔细细的回来报告。生病了就要打针，这个糖果可厉害了，你吃下去就变得非常有力量，非常勇敢。要不要吃啊？是不是觉得自己变了？非常有力量，非常勇敢。来吧，护士姐姐，她现在是个很勇敢的孩子，不怕吃药打针喽。引起了。明慧，
还没恭喜你呢。恭喜我什么？恭喜你好事近了。一定是 City 告诉你的，订婚罢了，都告诉他不要到处说了。订婚也是大喜事啊，大家一定都为你高兴的。谢谢。好啦，我去忙了。哎，嘉哥，喝糖水啊？来碗绿豆汤怎么样？随便。糖水叔啊，你说糖水妹去了州府哪里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几天没看见她，不知道怎么，总是觉得少了什么一样。你当然希望她在了，你就可以糟蹋她、欺负她吗？糖水叔，旧事就不要重提了。你总是挂在嘴边，没什么意思。我这样说你都听到啊？我有一双顺风耳的。我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人老了啰嗦一点，你不要见怪啊。这糖水我请客。哎，糖水叔，你还没告诉我，糖水妹去了州府哪里？在关丹还要上去一点，靠近暹罗的一个乡下。哇，那么远啊！她姑妈嫁去那边几十年了。现在人老了又病了，孩子又不在身边，没人照顾不行的。他真的要照顾他姑妈终老？是啊。他姑妈几岁了？70、80了。哇，如果他的姑妈活到90、100，那糖水妹不是要10几20年都不能回来？哪有这样长命的？糖水叔，来收钱。哎呀，不是我说我请客吗？拿去了。不用了，免得说我欺负你啊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嘉哥。只要明天顺顺利利过去，我就不用再提心吊胆了。糖水叔，哎，嘉哥，什么事啊？到底是姑妈还是舅妈？前2天你说是舅妈，今天你却说是姑妈，到底是姑妈还是舅妈？哎，是舅妈，是舅妈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记性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阿妹啊，阿妹啊，阿妹，跑去哪里啦？我不是叫你不要乱走吗？怎么，怕我跑了？我敢跑吗？我就不怕你吞老鼠药，或者是被人打死吗？你会这样想就好啦，不然了我就算白养你了。啊，这些字啊是我让写字佬写的，帮忙贴起来。明天你大喜之日讨个吉利啊！要贴你自己贴。哦，不贴不贴，女大不中留啊。大流氓有没有找我啊？大流氓找你，大流氓不找你，干你什么屁事啊？啊！明天你要结婚了，不要再管那个大流氓、小流氓的。你打我一声很难吗？有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几时回来？那你回答他什么？我就告诉他你要照顾老人，一时半载是回不来了。那他讲什么啊？他说太好啦，他的耳朵可以清净啦。为什么1年半载？应该去30、50年才对。他真的那么说？这种话我能编得出来吗？大混蛋！哎，糖水妹，糖水妹，谁？大流氓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废话，当然是爬上来的。
你神经病啊！哪有人爬上来的？这叫攻其不备，你想要躲啊都来不及。不是说什么我离开1年半载太短，最好是去个30-50年吗？哇，我哪有说过啊？我爸骗我。你老爸果然是有古怪啊！一下子说你去关丹照顾舅妈，一下子就变成姑妈。还好我有火眼金睛，一眼就看穿。你走吧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走我的路，你过你的桥，不要再来烦我。你不告诉我，我就死赖着不走啊！你不要这样子好吗？算我求你了，你走吧。你求我也没用啊！你不说，我就是不走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我？想你告诉我实话啊！好，我说，你听好了，我明天就要嫁出去了。喂，唐婶妹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你明天要嫁人，真的假的啊？我骗得过今天，骗得过明天吗？我告诉你，明天之后，你再也看不到我了，因为明天一早，人家就要来娶我过门了。混蛋！你干嘛骂我啊？我不是骂你混蛋，我是骂我自己混蛋啊！像我这种聪明盖世的天才，早就应该猜到有古怪了，竟然搞到明天你要嫁人，现在才知道。不过现在知道也不迟。你干嘛？带你走啊！走去哪里啊？去哪里都好，总好过留在这里啊！我不用头脑想，用屁股想，我也知道，你老爸肯定是赌输了钱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所以才把你卖掉的。我老爸是赌输钱，是欠了别人一屁股债。不过如果我不愿意嫁的话，他逼得了我吗？你是自愿嫁的？是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要嫁的人是谁？他是一个大头家，在财船头开酒吧行生意的。因为老婆给他生了7个女儿，他想讨个小的，给他生个儿子。你要嫁给人家做小老婆？不行。当然不行啊！这么委屈你的事，怎么可能发生在你身上？你告诉我，那个大头家是谁？我保证他明天不敢来娶你。你还嫌你害我害得不够吗？我好好的一个人，被你说成了是一个下贱货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个人，不计较这些闲言闲语，一心要把我娶过门，你又想来搞破坏。你要是再去威胁人家，搞得人家明天不敢来娶我，那我的名声就更臭了。到时我向谁倒公道去？你吗？我一辈子嫁不出去，你娶我吗？我就你就娶我是不是？大流氓，你要是再敢说这样子的废话，我就砍死你！你说，你说。谁的手帕雨中牵挂？不如设法提早给他回答。卷成沙，无声都优雅。血红夕阳正要躺下。